这边是恒丰裕商行马万奇董事长，以及为恒丰裕提供资金保障的大丰银行代表何贤司令。马董事长，罗德里先生，这笔生意明明是我们先谈的，您这突然搞个三方会谈，不合适。这个嘛，恒丰裕当然是老客户，可你们毕竟既没签合同，也没有付款。再说，我们原来谈的价钱也是港币发生暴跌之前的。我要求改付美元，你们又不肯。澳门做生意从来都是付港币，您突然要美元，我上哪儿弄这么多美元？可港币现在毕竟跌得太狠了，马先生，你得理解理解我。要不这样，冲着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如果你肯多加一层价钱，并且马上全额付款，我现在就请斋藤先生、韦星先生离开这里，这总可以了吧？罗德里先。对不起啊，这批货金额实在太大，你们又要加价，我们实在承受不了。再者说，我们现在正在筹集这些货款，你们也很清楚。如果要再弄美元，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吧。那就是说，你们既不肯加价，也不肯马上付款了。斋藤先生、韦星先生，那你们呢？你们可以付美元吗？在敲定具体付款方式前，我方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罗德里先生是否肯满足？哦，请说。就是我曾经在电话中和您说过的这一批橡胶的进货凭证。我先声明，你在生意上的信誉，我个人绝对信得过，但是这一笔交易的金额实在是数额巨大，银行只有银行的规矩嘛。我罗德里在澳门经商这么多年，被对方要求当场查验进货合同，这还是第一次。这就是我和李光前签订的进货合同，给，验吧。您稍等一下，我还有位客人忘记介绍给大家了。乔先生，请坐。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港汇丰银行总会计师乔仁宇先生。乔先生，东西都带来了吧？是这样，李光前在汇丰银行开有户头，汇丰有他的签名与印章留底。乔总会计师过去一直经办他的资金出入，所以这一次我是专门麻烦他过来看一下。韦星先生还真是谨慎，我这样谨慎也是为了更好的合作嘛。就是这份合同，乔先生，麻烦了。
你看，人家李光前先生还给我们捐了一大笔钱，还跟我们合影留念了呢。不许参加了。自己没胆量，还不让我去。你这你干什么？到底什么机密，非要到何先生府上来谈，还不能告诉别人？橡胶大王李光前有一个规矩，只有在1000万美金以上的生意，他才会亲自出面签合同，是这样吗？没错，一般的人想要见他一面都难，更别说小生意签合同了。也就是说，你也没跟他签过合同，也没见过他的签名。别说我了，全澳门见过他签名的，恐怕都找不出几个来。哎，为什么这个签名缺了一角？殷婉说，有一次他们兄妹之间拌嘴，乔仁宇不小心弄的。只不过缺了最后的一个小半边，不影响辨识。行，缺就缺，就按着原样过。邱先生，签名没问题。各位，跟你们谈了好几天，既然你们双方都不愿意用美元来结算，那我就勉强做个让步。明天下午6点，你们任何一方谁能一次性支付全部的货款，我就接受港币跟谁签约。有问题吗？明天就要付款。罗德利先生，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好了，实在是马先生，毕竟港币近期在市场上的波动实在是太大了，谁又知道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暴跌？我现在肯接受港币，已经是做了最大的让步，总不能风险让我一个人担了吧？罗德里先生，如果恒丰玉确实有困难的话，我看也不用等明天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签约吗？等等，明天就是明天，恒丰玉答应条件。伟奇先生，来，一起喝一杯，来，喝一杯，恭喜泽机关长。哎，你们泽机关还真是什么信息都能挖得出来啊！干杯，干杯，来，来，干！小先生，来，干杯！干杯！哎呀，说实话，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客户才能接手我这么大一批橡胶存货，还打算分批分销出去。没想到是苹果派吗？斋藤先生能说服正金银行做资金担保，就是不知道明天情况会怎么样啊？这批香蕉我们志在必得。乔先生在香港过得还好吗？还挺好，就是有时候放心不下家里人。逃难的人颠沛流离，在所难免。不过好在，困难都是暂时的，靠着朋友之间的帮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这就好。不过，他们对自己的亲人日思夜想，念念不忘，天天祈祷着他们能够平安。只要他们坚强地等下去，虽隔山海，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重新见面的那一天。好，为了这一天，干杯！干杯！来，跟您喝一杯。这笔货款，你们还是要抓紧时间付给我。焦先生，没问题，没问题。酒也喝过了，应该回去休息了。知道了。对不起啊，何先生。没事没事。曹先生，那我先走了。乔先生，好，请吧。好。对不起，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想去趟洗手间。替乔先生放到车上，去吧。实在不好意思，先生，对不起，这个不怪你，这个可能得到洗手间去处理一下。哦，哎，不好意思啊，多谢啊。大哥，乔先生，请吧。黄队长，没必要吧？站住！怎么回事？怎么连洗手间都不让用？说了不能进就不能进，不方便啦，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老子就是道理。大哥，黄队长，贤哥，怎么了？衣服脏了，要进去清理一下。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连洗手间都不让用啊？乔总会计师正在里边上洗手间呢，他是皇军的贵客，泽大佐吩咐过，任何人不能亲近。这么大个洗手间，我用一下又不会影响他上厕所。哎，贤哥，兄弟职责所在，你就别为难我了啊。行行行，你们的客人是皇上，闲人回避。我在这儿等行了吧？对不起了，何先生，久等。黄队长，我现在能进去了吧？等等。乔先生，可以走了。贤哥，请吧。
我怎么觉得好像哪儿有点不太对劲呢？还是看着，我上去再看看。逼迫签发新港币1亿2千万，这批新港币出手，日本人会宣布港币作废，港币就变成废纸了。黄队长，你怎么又回来了？黄队长，到底在找什么呢？丢什么宝贝了？没什么。你确定，这就是逼现港币的钞号？我已经核对过，这段时间大量出现的港币新钞钞号。印制时间在1937年以后的，全都出现在乔仁宇提供的这批钞号区间内。根据面额和钞号区段，我核算了一下总金额，与1亿2千万的数字完全对得上。太好了，有了这些具体的钞号，我们就可以公布整个事件的真相，号召全社会拒绝承认和使用这批钞票。哎呀，乔仁宇啊，这是为了整个的中国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还误认为人家是汉奸，不行，我现在就找他道歉去。梁老，我也想过去找殷婉，告诉他真相。我甚至已经到了他的宿舍外，但我还是放弃了。为什么？这批钞号一旦被公布，日本人第一时间就会知道是乔仁宇泄露的。
一旦超号公布，日本人一定会疯狂地报复乔人宇。乔先生把超号公布出来的时候，早已经心知肚明，这是他用生命传递出来的至关重要的情报。但殷婉和乔先生兄妹情深，如果让他知道了，就相当于在他的面前宣布了他哥哥的死刑。这对他来说，比一时的误会还要残酷多少倍。但为了大局，我们只能选择暂时隐瞒，不能浪费了乔先生用生命换来的情报。至于殷婉那边，事情结束了之后，我会亲自跟他解释的。将来有一天，我想他一定也能够理解，对吧？金龙交易所内外还有所有不法营业机构，统统给我定死。如有异动，立即报告。是。今天怎么这么多人？说完这件事，剩下的时间就干今天了。2.6抛单30万2.5毛8抛单35万，2块5毛6抛单50万，2块5毛3抛单30万。好，继续抛。对。跌了，跌了，又跌了。崩盘了！总经理，果然如你所料，各华商银号开市就大量抛出，吓得不少散户开始跟风了。魏星先生，这样下去很快会跌破2块4，和我们之前计算的一样，可以按计划出手了。既然乔总会计师帮我们分析出了他们的计划，又何必着急动手？先看他们怎么演。2块4毛5，证金还没动静。各家继续，再抛5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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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星先生，华商回购的目标价格估计已经到了，再不出手可就来不及了。是，也该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通知交易员抛出100万。抛出？没错，抛出。证金刚刚出手。抛了多少？抛，不是该买吗？怎么会抛？到底多少？抛了100万，现在的价格是2块3毛6。压他一头，再抛15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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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块2毛8。通知按单，开始动手。港币买进50万，港币买进80万，要港币买进80万。4大华商银号明面上还在跑，但按照报告，各柜台都有人在暗中低价扫货，大都是华商派的暗桩。不光我们和散户的抛单，华商抛的货也大都被他们重新吃回去了。狐狸尾巴藏不住了，乔先生，你预计的没错，那帮华商确实是在左手挡右手，玩欲擒故纵、先去后取这一招数。联盟，赶快通知交易员，有多少抛单全数买进，把价格先推上2块7，不给华资银号
任何吃回去的机会。嗨，价格一定会冲啊！2块7毛2，买单50万。2块7毛2，买单50万。想不想买？升上去了。我看出手。快买进了，一会儿还要升啊！2块7毛5。太好了，伟星这老狐狸总算上当了。阿贤，要不让安丹也去抢货，逼他们往上推。不，通知各交易员，加大抛单。4大华商银号都加大了抛单，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吃进400万了。总经理，还要死守2块7吗？邱先生以为呢？既然他们有4500万的货，只要维持住底仓，哪有不拼一把的道理？说得好。铃木，放开吃，有多少吃多少，把价格一口气推上3块，直接给我推到3块啊！今天收市前他们要凑齐6000多万，我都要看看他们还敢抛多少。我们静观其变。3块05买单50万，3块1买单80万，3块2买单100万，我买100万。3块2毛4。阿贤，你怎么知道我们越抛，尾行就会越往上推？只要我们和大西洋共同维持在4000万以上的底仓，多出来的部分，我们抛得越狠，尾行越会认为我们是在欲擒故纵。为了避免涨跌反复引起散户恐慌，他一定会选择一步推到位。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我们4大华商银号进退两难的戏码了。除了让交易员和暗桩愁眉苦脸之外，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总经理，半个多小时了，华商的明暗人手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继续抛，他们的底仓维持不住了。如果买的话，价格又已经被我们推高，买也买不起，除了干瞪眼，还能干什么？距离中午休市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整个上午，郑金只消耗了不到1/3的护盘资金，就已经把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卫星先生，这一仗您打得漂亮。哪里？乔先生才是高手，跟我旗鼓相当，英雄相惜。3块2港币抛单500万，港币抛单500万，有没有人接啊？有没有人接？500万，500万港币抛单有没有人接？500万新抛单。不可能，是真的，总经理，我们挂的所有买单已经被一扫而空，现在还有300万抛单没人接，怎么办？立刻查清楚，到底谁在抛？你说什么？大西洋银行？能确定吗？是真的，不仅如此，刚刚大西洋又抛出了300万，现在价格已经跌到3块1了。大西洋銀行だとさらに300万の売り注文出した。ソキリ、売り注文がポーダー付きで研究で買い注文を追加しても無駄です。価格はすでに3件まで落下しております。さらに注文を追加しますか？いや、全ての注文を停止しろ。800万，这怎么可能？昨晚不是说好了一切听你指挥，你没有发话，我们大西洋怎么会擅自行动？你问我，我问谁啊？我现在只需要大西洋银行立即停止抛售，撤回卖单。我现在马上去问清楚。Antes de fechar o mercado, os bancos venderam 8 milhões de dólares de Hong Kong. Sim ou não? 尾形さん、なぜ相場が急に変わったんですか？一体何が？
小先生，你不是说华商会联合大西洋银行筹走货款吗？为什么大西洋会突然大举抛售？这个嘛，大西洋银行突然抛售，很可能是为了打低价格，方便华商接下来低位扫货。不可能，我们算得清清楚楚，华商的资金早已耗尽，根本就所剩无几，全靠先卖出套现，才有现金低位买进。而整个上午4大华商银行全部加起来，一共才卖出了不到1000万，套现的资金也都用来买进了。他们又哪来的资金吃下大西洋的巨额抛售？我们不能绝对保证我们自己的计算就是正确的，万一我们计算错误了呢？万一华商那边临时筹措到了巨额的资金呢？这都有可能。这些数据是我们2个分头算的，对吗？难道我们2个都算得那么离谱吗？华商如果借到了巨额资金，还用得着跟我们拼这1、3、5的时间吗？所以你预计华商先期后取的整个战略都建立在能借到大西洋的1500万的基础上。现在大西洋自行抛出，说明根本就没有这个华商。华商难道单靠自己的3000万抵上就能空手翻成6000多万吗？尾形さん、大西洋銀行の売却が証明しています。それはウィフォンの財務担当者が死ぬ前に香港ドルの真相を暴露したということだとすれば、多少もローダーリーも香港ドルを信じるはずがありません。あのゴム取引は彼らが仕組んだ罠です。そしてチャオレンユは彼らと共謀し意図的にあなたを騙したんです。Os comerciantes chineses estão na linha de frente e a nossa única obrigação é esperar conforme acordado até que eles obtenham sucesso, para que também possamos sair ilesos. Não seria o melhor cenário? Por que sabotá-los no momento crucial? Se eles falharem, o que os bancos podem ganhar com isso? Como o plano elaborado pelo comerciante chinês era muito arriscado, apostando muito com pouco. Qualquer pequeno erro poderia levar à perda total. E o banco sofreria prejuízos e seria levado à falência junto com elas. A única saída é vender as nossas posições enquanto ainda tem valor. Se agirmos rápido, o prejuízo máximo será de 2 a 3 milhões. Pelo menos o banco sobreviverá. Mas ao lançarmos essas ordens de venda, o esquema será desmantelado e o banco chinês será esmagado pelo Banco Yokohama até o último centavo. Estamos a sacrificar os chineses como carne para canhão. Assim, desse jeito. Lamentamos, Rodrigo. É a única forma segura de salvar o banco. Também é uma decisão do Conselho. Quando assinamos o acordo junto com os comerciantes chineses ontem, já tinham decidido fazer isso, não foi? Caro Rodrigo, o silêncio foi para a proteção do banco. Você é diretor executivo e esta decisão também protege os seus interesses.翔哥，罗德里怎么说？他说，抛售是大西洋银行董事局做的决定，他一票无法改变。下午开盘之后，大西洋银行会立即清空他们剩余所有的港币。哎呀，这下完了，这怎么办呢？这下完了，亏上。卫星先生，你可以不相信我。但如果罗伯特真的泄露了港币的秘密，那最先抛售的应该是华商，而不会是大西洋银行。这倒也是。至于大西洋银行为什么会突然抛售，我想应该是对手面对败局，不得不兵行险招，把水搅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扰乱郑金的军心。那现在的情况看来，效果不错啊！你动摇了，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想骗我放弃护盘，然后跟他们一起卖。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把港币打低更好的办法吗？尾形さん、惑わされてはいけません。
金鼎手，你已经买进了近千万港币，再做下去只会断送掉前期的所有成果。你必须挺进护盘，能抛多少是多少。魏京先生，我虽然相信坚持护盘对手一定会输，但是泽大佐的建议更为稳妥。商场也是战场，哪有常胜将军？偶尔输一次不会影响民金融奇才的地位。我的参，泽大佐，我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我才是。项目开始后，我会继续观察，除非大西洋银行停止抛售，华商也转为大量买进，到那个时候，我才会继续护盘。我知道大家现在压力都很大，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中间撤退也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局继续做下去，而且要做得更大，让日本人相信，之前大西洋银行的抛售只是华埠两方联手打压港币的非常手段。可要把这个局做下去，就必须要实现2个条件：一是要让大西洋银行一直停止进一步的抛售；二就是要筹备到一笔资金，以继续维持我们暗买的假象。可这2条，我们现在根本做不到。我倒是有个解决这2个问题的思路。柯医生，你有什么办法？首先是资金。万茜，我问你，在整个澳门，既有这份侠肝义胆，手里又存有大量现金的，只有哪一家？您是说大豪帮？大豪帮做的是偏门，手里攥着真金白银，又不便存银号，但也只有他们能随时拿出大量现金。但这一战毕竟风险极大，能不能劝动黄三爷赌上家底帮你们，就看你的了。接不接得到，我不敢保证。总之，我一。至于大西洋银行那边呢，我会想办法，时间紧迫，我就不详细说了。但是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这2点。有了上午的变故，日本人一定怀疑是汇丰私库死前泄露了逼迁港币的秘密。整个香蕉生意是个骗局，如果日本人不从根本上打消疑虑，无论下午我们怎么做局，日本人也不会轻易上当的。所以这才是关键。不如我来试试吧。贤哥，你有什么打算？想让日本人相信私库没有泄密，我们必须主动给他们一个答案。而适合给他们这个答案的，只有一个人。谁？一个最不应该介入这场争斗，最不应该受到伤害的人。请进。柯医生，罗德里先生，你怎么来我这里了？我来是想给你讲一个故事。贤哥，伊娃，怎么了？突然打电话把我叫出来。你先坐。我这次叫你来，是想跟你说，我见到你哥哥了。见到我哥？什么时候？在哪里？昨天，在澳门。你是说，要借走我大豪帮所有的家底？三爷，换做以前，我马万祺拍着胸脯跟您保证，借您的钱一定如数偿还。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保证。
因为计划一旦失败，4大华商银号都将血本无归，大丰和恒丰裕也都会当场宣布破产。我讲这个故事不是闲聊，而是因为这个故事和你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你不但认识，他所经历的、承受的一切的磨难，都源于他对你的讲信用。你是说，我哥他不仅在香港替日本人签发港币，现在还专门来到澳门替日本人继续圆谎？这批批签港币对市场的冲击太大了，所以日本人才要利用你哥哥的身份，来蒙骗澳门的商界和营业机构，以便他们在今天的交易所可以继续操控港币，而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和澳门的市民，也因此陷入到了巨大的损失当中。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揭露他？司库死之前不是把真相告诉你了吗？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广大的澳门市民呢？我们就是开银号的，如果由我们来揭露，相信的人不会有多少，根本比不上你哥哥汇丰总会计师的可信度。那也就是说，因为我哥的谎言，现在很多澳门市民都被日本人欺骗，甚至正在倾家荡产都蒙在鼓里，是这样吗？对。司库死之前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这批港币一共多少钱？还有日本人接下来想做什么？你真的想知道？我哥撒的谎，必须得有人揭穿。他犯下的错误也必须有人去弥补。就算弥补不了全部，至少可以替大家减少一点损失，就减少一点损失。好，那我全告诉你。O que está a fazer? Já que o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quebrou sua palavra, serei eu a honrá-la. Quanto aos dólares de Hong Kong que o banco ainda detém, retire imediatamente as ordens de venda e eu comprarei tudo. 港币抛单700万。大西洋银行刚刚加抛700万港币，加上上午的抛单，正好1500万。米老板，我带来的东西沉了，叫你的伙计们都出来帮个忙。随身碟啊，随身碟。慢点，兄弟，慢点。哎，球兵啊。哎，来，给我买，来。哎，随身碟。接一下，接一下。哎，球兵啊。哎，来，给我买，来。阿全，你怎么回事啊？对不起，马老板，赶紧说，点完数了还要送到交易所补充保证金呢。明白。人走了。阿全，哎，把装砖头的箱子锁到金库，剩下的钱尽快送到交易所。明白。来，快！总经理，港币已经跌破2块7了，华商根本没有接盘迹象，现在怎么办？你这个奸细，你是怎么跟那帮华商勾结上的？告诉我！岡田さん、今はこの裏切り者を処分している場合ではありません。早く撃った方が。什么李光前的姓酒全是骗局，是不是？大家听我说，不要再相信港币了，手里有港币的通通抛掉。日本
本人散布的消息全部都是假新闻，这是他们的一场阴谋。大家还记不记得前2天在报纸上登的关于汇丰银行的司库死在澳门的消息？汇丰银行的司库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他在死之前告诉了我们一个惊天真相。あの女本当に現場にいたのか？はい。終わった。香港ドルの真実がバレた。所谓汇丰银行新发行的港币，其实是日本鬼子从汇丰银行的金库抢来的，完全没有任何储备金，等同于一堆废纸。而且新闻里说这批港币只有1000万，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实际的发行量远远超过新闻所说。而且日本人还会择期将这批港币全部都给废除掉。大家手里有全暴露了，赶紧抛掉！这些全完了。是不是真的？这人到底是谁呀？不知道啊。这不是乔一满小姐吗？你认识啊？她是汇丰银行总会计师乔仁宇的妹妹，乔一满，小提琴家。还有这个港币啊，就是他哥哥签发的，他说的话一定是真的。大家赶紧把港币都抛了吧！是的，赶紧把港币给抛掉吧！大家快点来抛港币！トレーダーに伝えろ。売れ！香港ドル売れ！全て売れ！はい。なんだと？どうした？交易员报告，大西洋银行刚刚撤回了他们所有的抛单，还转卖委买了。なんだと？乔小姐，我是大丰银号的董事长。你刚刚说港币的发行数量不实，那发行数量确切是多少？是整整4000万。4000万，这么多啊！你刚刚还说日本人要废除港币，那他废除港币用什么来代替的？等日本人把这些港币都给抛售掉之后，他就会逼迫汇丰银行发行新的港币，到时候所有旧的港币就只能折价兑换新港币。要折价？快抛掉！把港币抛掉吧！彼女何をデタラメ言ってるんだ。総経理、この女は真相を暴露すると言い張っていますが、彼女の話す香港ドルの発行量と今後の対応策が全く噛み合っていません。彼女の話は汇丰の財務担当者から得た情報ではない。完全なでっち上げです。报告，怎么事？负责大丰银行的眼线汇报说，黄三河刚才押着大豪帮的库存现金，刚刚进了大丰銀行。大豪帮？地元最大の密輸組織で勢力を大きく華商と結託しています。你怎么知道他押的是大豪帮的库存现金？箱子上都有豪义2个字，那就是帮里存家底的钱箱。黄三河这次带了20-30个箱子，看来是要把家底都堵上了。你是说有好几10箱的银元？看来不止，黄三河那里还有很多的金条呢。乔仁宇的妹妹当众编造谎言，港币的发行数量确切是多少？是整整4000万。大家赶紧把港币都抛了吧！是的，大家快点来抛港币！大西洋银行同时撤单转买，大丰银行又暗中调来了大笔资金，他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你笑什么？哼，有些人自诩什么金融奇才，战无不胜，却被一招浑水摸鱼打得自乱阵脚。我没想到，乔先生，你所说的浑水摸鱼是什么意思？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一个奸细啊！我说出来了，你们只会觉得我在和华商勾结。我干嘛要找死啊？之前是我误会乔先生了，我真诚的向您道歉，还望乔先生知无不言。我说出来，你们不会觉得我是继续给你们下套啊？常人宇，别忘了，你还是皇军的阶下囚。现在的情况你们还看不明白吗？比上午正金的护盘力度
华商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他只能使出这一招，把水搅浑，才会让你们陷入自我怀疑。所以大西洋银行才会突然抛出全部存货。仅是这一招，你们就已经停止护盘了。而他们在借由汇丰私库死在澳门的由头，再抛出一套所谓私库说出的秘密，搞得市场恐慌，港币暴跌。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连我妹妹都利用上了，确实有手段。所以，汇丰私库根本就没有泄露任何的秘密，灵美不过是被华商收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编造谎言，制造恐慌。我的妹妹我了解，她对金融一窍不通。至于他们从哪儿找到的她，又用什么谎言让她上当受骗，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港币暴跌，市场恐慌，证金停止护盘，而他们，我要没猜错的话，现在一定在趁机，把所有散户手里的货通通低价扫进来。港币买进20万，港币买进30万，港币买入35万。好，这边也有港币。もしもし。華商の隠れ駒が買いに入ってる。尾形だ。確かなのか。そけで間違いありません。華商の隠れ駒が香港道路強略に設置、以前4件で買いを吐いています。見事な水濁し戦法だ。よくできた芝居だな。全てのトレーダーに伝えろ。介入を実行する。全面買いだ。しかし市長はパニック状態で、残る資金ではこの圧力に耐えられ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介入継続しろ。パニックはこっちで抑える。